斯穿一字肩显身材，看到露出的锁骨，相信你这次有79斤了。赵露思这2年的发展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出演了很多好看的电视剧，当然也凭借这些作品收获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知名度。而且虽然她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没有学过表演专业，但是她的演技还是相当精湛的，让人觉得很有代入感，可见她的演技天赋是多么的高超。不过除了演技很厉害之外，她的颜值和形象也是相当在线的，尤其是圆圆的娃娃脸，看起来又萌又减龄，甚至给人一种想掐的冲动。但也正是因为她圆圆胖嘟嘟的脸蛋，才会让人产生她胖的错觉。包括她有时候在古装剧中的打扮，也会让人觉得很魁梧，所以她也遭到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吐槽。其实赵露思不止一次在镜头前回应过自己的体重，她并没有网友想象中的那么胖，但是因为脸太圆了，而且镜头会让她看起来很胖，所以看起来很胖。甚至看到她在镜头前勒索自己，说自己虽然体重79斤，但脑袋有70斤，但即使澄清说自己真的只有79斤，还是有很多人不敢相信。赵露思还在网上晒出了一组自拍，我们看到她身穿一字肩上衣显身材，正好露出锁骨和直角肩，是不是觉得很妩媚养眼呢？没想到她的脸这么圆，身材却能这么瘦，包括看到她深锁骨的网友都忍不住说，我相信你这次有79斤了，因为胖子是不会有锁骨的，更不会有这么深的锁骨。当然，对于体重只有79斤的赵露思来说，不仅有着完美的锁骨和直角肩，这小蛮腰更是吸睛。尤其是她穿露脐装或者修身长裙的时候，纤细的小蛮腰很吸睛。不得不说，脸和身材的反差真的是挺大的，让人觉得有种她的脸和身材有点不搭的感觉。因为她的脸看起来又圆又肉，但是她的身材却是那么的纤细，再加上她的胳膊和2条腿其实还是挺细的，一点也不让人觉得胖，反而给人一种很瘦的感觉。可见我们的赵露思和娱乐圈的大多数女星一样，是一个纤细完美的人，你们觉得呢？减肥秘诀：懒人不妨喝绿色健康的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茶由冬瓜、荷叶、决明子3味中草药组成，具有清脂、刮油、减肥、美容的功效。根据中医理论，荷叶性味苦涩，性平，归肝、脾、胃、心经。荷叶中的生物碱具有降血脂作用，临床上常用于治疗肥胖症。荷叶碱在人体肠壁形成一层脂肪隔离膜，阻止脂肪吸收和脂肪堆积，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。冬瓜利尿作用明显，将冬瓜皮煮水喝，可以帮助消除水肿，防止皮肤色素沉着，美容养颜。冬瓜中的甘油酸还能有效抑制体内糖分转化为脂肪，还能消耗多余的脂肪。决明子味苦、甘、咸，性微寒，入肝、肾、大肠经，通便，降脂明目，治疗便秘效果显著。结语：冬瓜荷叶茶的功效不仅如此，还包括防治心血管疾病、清热解暑等。闲暇时可适当饮用，尤其是对于便秘、肥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、营养过剩的人，坚持喝冬瓜荷叶茶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好处。杨洋的教育、马天宇的教育、鹿晗的教育差距不是一点半点。胡一天大概没想到以后会进入娱乐圈。此前，胡一天是一名淘宝模特，毕业于浙江旅游职业学校。这所学校应该是一所职业高中。看来胡一天毕业后并没有继续念书，而是选择了工作，然后因为长相帅气当了模特，阴差阳错进入了娱乐圈。杨洋1991年出生，2003年小学毕业的杨洋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5年制中专。从品学兼优的文艺军人到影视演员，气质清澈温婉，外形俊朗。李易峰，中国男演员、歌手。1987年5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，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，这是学士学位。马天宇，他从小受过很多苦，为了生计，10几岁的他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。到北漂时，他也学会了做白厨。200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现为影视艺术家。
鹿晗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，大学期间被星探发掘，从而出道。现在最炙手可热的90后男星之一，长相精致，笑容迷人。急先锋以硬汉形象亮相的杨洋，终于摆脱拉面舞的尴尬。2017年，由杨洋、刘亦菲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上映。此前，无论是杨洋早期的印象，还是剧组发布的剧照，人们都对他饰演的夜华一角寄予厚望。毕竟宣传照中的杨洋剑眉星目，挺拔的鼻梁，薄唇含情脉脉。他和原著中英俊帅气的天族太子十分面子像，不笑时冷峻，笑时温柔。却没想到影片上映后，杨洋的夜华却引来了一场拉面舞的嘲讽。虽然电影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因为剧情、特效、人设等要素的结合，最终打出了4.0分，但杨洋饰演的夜华承担了大部分罪名。对于那个场景，随后杨洋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，拉面对自己的影响很大。为此，他后来接拍了成龙的《急先锋》，显然有转型的意思。《急先锋》是成龙与老搭档唐季礼的第9次合作，依然是一部以正邪之战为主题的喜剧动作片。66岁的成龙虽然依然是男主角，但他不再像盛年时那样担当主角，而是将影片中的部分动作戏分配给了年轻人。杨洋饰演的雷震宇是影片中完成动作戏的主要演员之一。雷震宇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后来加入了唐焕廷、成龙氏经营的私人国际保安公司，成为急先锋的一员。杨洋在片中的平头造型，将角色中军人的英姿和锐利的气场凸显出来，十分鲜明吸睛。影片一开始，雷震宇与张凯旋、艾伦士并肩作战，营救被佣兵组织北极狼绑架的秦国立、娄学贤士。这场戏中，杨洋不仅有近战、枪战等动作戏，还接过成龙当年完成的跳楼任务。秦国立破窗而入，以身体为垫，承受了大部分的冲击力。而这一幕放在以动作戏为主的成龙片中，只是一个开始。随后，北极狼远赴非洲绑架了秦国立的女儿法瑞达、徐若涵氏。围绕这一集，急先锋和北极狼又接连展开了2场大战，一个在非洲草原上，一个在水流湍急的瀑布河上。前一幕喜剧元素浓厚，后一幕则惊险刺激。至此，影片中的故事才完成了1/3。随后，杨洋饰演的雷震宇经历了爆破场面、枪林弹雨中营救张凯旋、飞车场面。片中第2个跳楼戏也是雷震宇的任务。这一次，雷震宇为了追击逃跑的恶棍，直接越过商场护栏飞下楼去，利用翻滚解除冲击，立马起身追了上去。杨洋虽然没有功夫，但凭借着自己的舞蹈功底，完成了动作戏的高度。用网友的话来说，就是行云流水，真实而美好。此外，作为影片的负责颜值，杨洋在影片中还有一项任务，谈恋爱。这一点从雷震宇出场时还是单身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在成龙电影里，连爱情线都要搞笑，因此雷震宇先是在混战中被法瑞达用麻醉枪射中，后来成为处女座的死缠烂打。同时别忘了斗，所以他在2人危在旦夕之际，先是用手相化解了法瑞达的恐慌。最后他们会变魔术，送给菲尔伊达一条漂亮的围巾。一言以蔽之，这次杨洋在《急先锋》中饰演的雷震宇不仅主帅，还兼任打斗，也是全片唯一一个走爱情线的角色。同时他还背负着救骗张凯旋唯一的泪点。雷震宇先是把埋在崩塌的土石中的张凯旋挖了出来，抬回了自己的车上。接着他对昏迷不醒的张凯旋进行了心肺复苏。这场戏中，雷震宇的情绪有焦虑、悲伤、绝望，有转身时喜悦的泪水，也有被张凯旋戏弄时笑里含泪的泪水。这场戏中，杨洋确实将人物情绪的层次和变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可以说是很好的诠释了。综合来看，在急先锋雷震宇的帮助下翻身的杨洋，终于可以摆脱拉面舞的负面影响了。